至少还有一些基本的给付，可以说不用说完全都是由我们去负担这样子。那你觉得这样的部分可以接受吗？或者说以这种低保障1个月大约把它在1个月大约300左右，那在看本身的预算上面的话，觉得可以吗？那这样的话我可以跟阿姨约个时间，然后过几天我带一份完整的那个计划表过来，然后根据你儿子的实际年龄去帮你做估算。那不晓得阿姨，你觉得这部分是他自己缴，还是阿姨你要帮他负担？他自己缴。他自己缴那不晓得说他自己本身的预算方面可以请阿姨抓的。我再问他，再问问看。好，那我再打电话过来问阿姨，这样子好不好？好，谢谢。那我过几天再过来。好，等一下。好，我觉得你讲的很好，但是我就觉得说，因为你已经讲到商品了，所以说你在打建议书上，因为你需求什么都有了，所以是可以把建议书打了。也就你们知道，你已经做保障料的，你应该知道他的年龄，对不对？那你可能比如说你打算100万的保障和200万，我不知道你要打，那你可以用的，比如说我用100万做单位数，那你看一个单位出来2个单位数，好，1个单位数好还是2个单位数？对，如果假设这样，这一个因为它你的东西很简单，所以说你要凸显它的那个第几第二除了你刚刚讲的很棒说，保会很低什么很低以外，你这个生活照顾基可以加强在这里。这个商品的特色是在这里。那什么叫生活照顾基？这样这就是做解释。对，再来就是说，你这边可以再延伸你的话题，就是你这是加上去的那你有一个几级产，你刚刚有说几级产，对，你要大概有一个准备一个表，一个这个表，那说我很清楚你在讲什么，这样子。对。好，OK，谢谢老师。这样。我怎么觉得我开起来档案怎么不太一样？你是看有书柜里面的名字？不是要去书柜台吗？不是，因为它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有更新，因为。对啊，因为我前天看到的是新的，然后我今天开起来怎么好像是之前旧的，然后现在专业帮我开的其实是新的，是正确的。然后我想说，我刚在早会里面开起来怎么是需求分析、保障需求链工坊，不知道。那我不晓得你要问他，看看是差在哪里。现在是新的嘛，哈。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演练。那我补充一下，就是昨天的几个商品好了。昨天的。我讲比较实务面，就是什么样状况下你会用到这些商品？那你可以把昨天就是够100。就是最后面它有一张 PowerPoint， 就是有提到说还有其他哪些商品。帮你看这个好了，看上面这个。昨天就是这样子，大概听起来就是你吸收得了吗？够100。其实够100很简单，就是整个它比如说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可能佐证资料啦，或者是说一些引导的一些商品的概念跟一些话术，就是把你吸收的进去，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哪里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自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在学一个商品或者是学一些话术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问很多的同仁，他们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还有每一个人的行销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初期在进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对商品什么专业度等等都还不够熟悉，所以我们在初期其实是还没有自己的特色的。所以你可以去找，比如说可能像好，假如有试金，你觉得他在谈 case 的方式，或者是跟客户应对的方式，你觉得跟你比较 key 比较合，然后你学得来的话，你就可以先学，先模仿他的这个部分。但是慢慢的，可能随着半年、1年后，其实你会抓到一些美感跟精髓，你就会有属于你自己的谈 case 的方式，就是你个人的魅力。因为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有时候客户是真的那么专业，其实不尽然。但是
是呢，我们又不能够说，觉得客户不在这个行业，他就不懂，他就没有懂很多，我们就可以随便乱讲，也不能的，因为其实像现在客户的水平其实比较高了，而且资讯其实是很爆炸的。今天你跟他讲这样子，如果我们讲的可能是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并不是正确的话，很容易你就会贴到铁板，因为也会有同业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觉得在初期，其实你们就可以就是先找一个对象，把它当成标杆，你先学习他的方式，然后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有自己的风格了哈。那像我自己在学一些商品的时候，或者是要今天要拜访客户的之前，我会想好很多种可能，去可能聊天，那我会尽可能脑子一直在动，想说我可以聊什么话题，然后聊这些话题，我可以去收集到什么资讯。其实初期你在要习惯这个业务的模式的时候，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我们平常讲话就不会这样，我们这样讲话根本不需要花心思，对不对？反正我们就聊什么聊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他即使没有做业务工作，他本身就很有这种敏锐度了，他可能要跟你聊天，他就会好奇嘛。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把他想的这么有压力，说，我去客户那边、朋友那边都好像是要套他的什么隐私。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很自然，心里要建设是，我对 Tca 很好奇，然后我对环乳很好奇，就是你要抱着好奇的想法，就像你可能认识一个新朋友，那你可能会对他也会有所好奇嘛。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抱持这种心态，你比较不会有压力。因为我好奇不来就是你也不会对人家很有好奇，其实我也是，我很少会有人让我好奇啊。那所以坦白讲，我其实进来后，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有撞墙期，但是我进来其实绩效都还算 OK， 但是你自己有很多的心态要调整，因为像我常常都会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觉得我进来做业务就是好像是报应一样因为我以前是大家可能看我外形觉得我是很活泼的那种，当然我也不是算内向的那种个性，但是我不会那么主动去跟人家寒暄的那种人。讲的简单一点，以前我是很挑朋友的，但我不是说只挑那种什么长得帅、长得漂亮，或者是家里有钱，也不是，就是比较对。然后我有一点点人格洁癖这样子，像比如说以前在念书，然后以前念书很长，都要分组做报告，对不对？那我 always 就是那种。从报告的一开始到讨论，然后到上台报告，什么都是我。但我不是那种爱表现，是因为我会不放心，然后我会觉得说，反正做什么事情，本来就要把它做好这样。像以前那是学生，那像出社会工作，我也觉得我会是一个很尽责的员工。当然，我不见得在国泰会是最厉害，但是我会觉得起码要水平以上。就像以前在念书分组讨论，总是会有人是爱来不来的，总是会有人同学是老是迟到，对不对？或他根本都没有在参与这个。可是到最后，我们上台报告完后的分数是90分，每一个人都是90分。所以像以前我很讨厌做分组报告，因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都不来参与，可是你获得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感觉这样很不公平。所以像我以前就会觉得，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做报告。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说我有一点点人格洁癖但是后来就是到出社会工作，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大环境，其实有些人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可能有他的长处的地方，有他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那像我说，我的个性是那种，我觉得今天我可能曾经看到你讲了一些很不好的言行或什么，我就会觉得我跟你不会是好朋友。我以前就会这样子然后我就可能就是我也不会不理你，但是我不会对你很对。但是后来我觉得进来国泰让我学了很多，就是人生的体验跟人生的道理。然后你自己也会去修饰很多。那我以前刚进来，就大学刚毕业那种小女生嘛。然后我前一段我会进来会认识军委，也是因为我前一个男朋友跟他是国中同学。但是之前我男朋友一些状况，所以其实让我不是很开心。然后那时候你都会就是跟人家分享什么什么，但是到后来的我不太会去谈我自己私人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可能你也会觉得越来越大，就是可能你会希望保有一点点自己的对，所以像现在我们在外面去面对客户或朋友的话就算，因为有点私交。客户的话，他其实初期不见得会跟你讲真心话，但我不是说他爱骗我们，是我觉得。很正常啦。那我觉得没有一定的，没有碰几次面后，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度，或者是说我也没有觉得跟你T很合，其实我不太会跟你讲我真正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我会逆向思考，今天我喜欢什么样的 sales， 或者是我不喜欢怎么样，我就不会那样子去做。但是呢，这当中不能够全部都是随心所，就是如我们自己的意哈。比如说像以前我不太喜欢打电话，我根本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朋友的那种人。但是我的朋友都会说，有没有我们要聚餐，你要不要来？然后我很难约哦，我都会说好啊，到时候我看看好了。我其实根本不想要去，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这样直接拒绝，那我就会跟他说好，到时候我们再联络一下，或者是到时候我如果可以去，我先跟你讲。那其实很常客户也会这样子跟我们回应哦。但是像听到客户这样子讲，我们不清楚嘛，你会想说有一点点希望，但是也并不是说他有可能只是跟我们糊弄，这种状况都有可能。所以你可能是要透过1次、2次、3次的接触，跟他越来越了解，越知道他的需求跟个性，你会从中会受到一些美感，你就会促成 case 的后，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困难。我有时候讲话会唠东西，我有用橡皮筋，所以要体谅一下下。那我觉得初期进来的时候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啦。因为我知道你好像从高雄嘛，对啊，到这边我知道你的状况是比较都是没有任何的资源之下自己去开拓的。我现在就是一直很想跟你请教，就是说这方面可以套用在我的身上吗？其实是这样子的哈，我的陌生呢，我不知道我的陌生的那些开拓，你知不知道大概是属于哪类型哈？有些人他会觉得陌生开拓可能是我在路上随便不认识的，那个不是，因为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个效益一定不大。但之所以这些陌生，是因为起码它跟国泰是有一层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去跑职律，其实像我在回想，因为这2年我自己当主管，我在带新人，我会发现说，天哪，新人怎么这么难带？我以前没有觉得这么的困难，但是后来你会觉得说，是因为我们都有跑职律，因为你没有地方去。你不要去听。被赶进来了。那你要低调一点，坐在角落。我坐在外面。不是来看谁没有？我现在在跟他谈那个新人出席的心态到时候会不会有人要看录影，都没来上课？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些陌生不是说在外面做问卷的那一种，是比如说他公司的团保是跟我们国泰保的。然后呢，比如说你可能跟他，比如说好像我可能今天认识环鲁，可是我可能跟你要说很熟也还好。那我可能问环鲁，请问你在哪里？就是聊天很正常，会问到你在哪里上班。可是我不是一碰面就跟你聊这些，我们一定会闲聊一些什么的，然后再循序渐进去套一些资讯。那我可能问到说，我觉得出社会的人聊工作其实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业务，今天即使你在做不开心也好，你完全不可以把负面的讯息让你周遭的人知道。即使家人，其实你还是要保留一些。然后呢，像你可能问工作很正常嘛，那如果你跟我提到说，你是在比如说细品工业去上班好了，那我就会好奇，可能比如说我可以去查看说，细品有没有集会优惠？你知道集会优惠是什么吗？集会就是团体或者以上。对，然后它最高可以到保费优惠3%。那我可能大概知道细品这么大一个公司，它一定是有机会优惠的。那我可能随口就会提到说，黄如，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黄如，往后如果说你可能领了年终，身边有一点点钱，那你可能想要做一些理财等等的，或者是说可能你随着人生阶段不一样，你想要帮家里的一些医疗做一些补强的话呢，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因为你是细品员工的关系。就是如果说你考虑国泰的商品的话，每一年的保费有3%的优惠。那像现在银行定存，你知道才几%吗？1%多嘛。但是呢，你在国外这边规划储蓄险，它是不是本身有利息比银行还要高以外，但是你每一年所缴的保费又可以再现成3%。那如果说你今天规划的是医疗险，医疗险一般都是几年期的？医疗险可能终身的话就是20年期嘛，那20年你都有3%的优惠。那我可能就是要用这样的讯息带给客户，但有的人可能听完他没有需求，可能也许不见得会有这个话题产生，但是也有可能要跟他讲他说是为什么我保男3人没有3%？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话题，但这个话题有谈到 case 吗？没有，但是也不见得没有那个机会。但是你在谈这些，其实是有环绕我们的工作。
但是呢，我又有带到资讯给你。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我自己是这样子哈，我觉得有时候人家常会讲说欲擒故纵，欲擒故纵。像我觉得我后来回想我以前进来，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这么说，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别人知道我在国泰人寿，直觉会是什么？反正如果以前我是大学同学，我现在来找你。你来找我一定要跟我讲到商品保险。对，是一定有目的。好，可是我如果前1、2次跟你碰面，我也不跟你做很久，就是可能聊一下下没有很久，可是我都没有跟你做这个动作，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没有？但是我们以前有交情嘛，所以我约你是，除非你没空，不然你不会不愿意跟我出来。好，又碰面了第2次、第3次，那第2次碰面，你心里是不是还会想说，一起又找我了？一定还是有这个目的嘛？哎，可能到第3次，哎也没有呢，然后你的心防其实就会卸下来。那我觉得卸下来后，像我觉得啦，我们可以主动告诉客户说有哪些我们可以提供服务的，或者是我们谈观念。但是我觉得你要第1次碰面，或除非真的交情很好，因为我有些朋友是说，哎，有没有什么还不错的，你可以给我看看。那我觉得这个就直接就要谈，这个一定要谈，这个根本不用犹豫。可是有些是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啦，除非我真的跟你超默契的，你只来找我叫我听你，然后我的能力也够，我觉得我是那种很情义相挺，根本不用多说，而且我也不会去 care 这个商品怎么样，因为我相信你。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其实是半生不熟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会在观察你。那我觉得很每天我们会观察我们的客户嘛，我们要收集他的资料，客户其实也在观察我们。那我觉得做这个行业其实有几个美感，你只要让客户会喜欢再跟你碰面，那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只是像你就会想说，你说拜访了2、3次后他卸下心防，可是我每个月都需要业绩，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让他在那边卸下心防？所以，我到后来真的新人，我一定会让他起码cover2张证照。或者一定会有些前置作业，然后他的第1个月、第2个月，如果最好可能是前3个月的业绩，我们大概已经有头绪了，比如说哪一些亲戚朋友，或者是说哪些朋友我已经做了保单交证，就是我有些基本功已经学会了。那我觉得像现在你们每天上这些课，有些商品你可能今天晚上回家你大概看一下，你要去想这样的商品有没有哪些话术是可以跟客户讲。当我自己听这个话术，我也会觉得不错了。像我看很多商品我都蛮喜欢的。可是当你今天看到商品你都没有喜欢的话，你在讲一定没有那个力道，因为你自己就觉得虚虚的嘛，是我才不会买这个商品的。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心态其实是要我们自己去建设。然后我觉得自我介绍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如果是你的朋友，我一定会好奇，你干嘛做保险啊？你自己不在家里带小孩好好的啊，你老公在越南也还不错啊，你干嘛小孩做保险？你会怎么回答？我会说我做保险啊，其实我不想怎么回答呢。不行哦，你应该是想怎么讲哦？因为好，比如说我举例好了，我今天问你，好，你的回答是2种，第一个说我也不知道了，我的处长是10几跟我同学啊，然后他就说请我进来帮忙他，或者是说就他觉得说就考个证照进来，好，这是第一个版本。第2个是。对啊，没错啊，我先生虽然在越南，就是因为他在越南，其实长期我们是没办法碰面的。那我已经2个小孩嘛，对不对？对。那我自己带2个小孩，小孩现在也越来越大，而且你想我还这么年轻也就是说像现在就是都是双薪家庭，这是我自己乱掰的双薪家庭。那我也觉得现在的女孩子不像说早期只要先生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就好。我觉得女孩子。也是需要出来工作，而且我觉得最好是不要跟社会脱节关系。如果你今天讲的对象是女孩子，她一定可以认同，除非她是那种还很八股的那种想法，觉得怎样怎样，那她可能就没办法理解。那这个讲只是很一般，可是不够有力道。那你可以跟她讲说，我觉得有时候虽然她有一点点加一点点料，可是我觉得其实是有必要。你可以跟她讲说，其实我一直都蛮认同，就是保险这个概念啊。然后当然我对这个行业其实是不了解，那是我的同学他有跟我讲，而且我看他进来也这样子几年了，然后担任主管。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因为平常我们都会有碰面，你自己可以讲啊，比如我的保单也是他规划的或什么的。那我也觉得说之前我们也有工作过嘛。其实这段期间虽然之前你有进来过国泰，后来又离开，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可是后来想想，你觉得第一个这个工作可能时间很弹性。第2个，你可以去提到，像我自己常会讲到，我觉得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业务能力。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对方可能会去思考嘛，他有一次听得懂，有听不懂。像你觉得每个工作都需要业务能力吗？像有的人可能他不了解嘛，那我可能就跟他说，为什么呢？你看像比如说，好，我的同学们哈，他们以前念餐饮嘛，在饭店每年是不是也有节日？现在什么端午节，他们要卖粽子，其实也要哈。然后像我以前在星巴克，我们每年最大的活动就是中秋节。那我觉得当然是要去做这样子，那是这样子的工作，必须要有做行销。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在科技业或干嘛，我今天要去接一个，比如说 Apple 的订单，我是不是要有相当可以提供他们？比如说我有一些 idea， 我有一些设计，我有一些什么，所以我要懂得去行销我的商品嘛。那或者是说像我的客户，有的在那个电子那什么广播公司，他们每年最大活动就是办演唱会，每个人也分责任额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工作都需要业务能力，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的能力，我觉得往后如果你自己要做创业，或者是我们可能转换不同产业的跑道，你一定都可以得心应手。那我觉得你可以朝这个方向来谈，或者是可以，如果是比较女性的客户，其实有不同的话术，但是绝对不要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想第一个回答跟第二个回答，如果你今天是朋友跟客户，听起来你会觉得回答，对，可是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晓得怎么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要去思考，你要去组织，你要怎么去讲，因为我觉得其实客户是这样子的客户会知道你上个月业绩做创新吗？不会。你没讲，他不会知道，对不对？客户会知道你上个月业绩挂零吗？不知道。也不会知道。可是你如果今天跟他碰面，跟女朋友碰面也是愁眉苦脸啊，一直在抱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就觉得你这个工作是不 OK，这么辛苦，你干嘛还要做？可是他有看到你都是很开心的，当然你不能跟他说，我上个月领10万块，当然不见得要去这个样子，他会觉得你在这个工作的是很开心的。那你想，如果今天你想要买保单，你会想要跟一个做得很好的人买，还是跟一个做得不好的人买？如果是你，做得不错的。对呀，所以我觉得客户的心态其实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去塑造给客户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那个好，不见得一定说要跟什么 top， 就是像 top sales 那个样子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感觉啦。所以我觉得初期其实新人要有这几个面向，就是其实要顾到。因为我觉得客户初期喜欢你，你要再去做很多的再次拜访，或者是跟他谈什么，我觉得客户是可以接受。但他如果不愿意再跟你碰面，根本你话术讲的再好根本没有用。我的想法是这样，之后你可以再来问。但是像我们的那些客群都是到这个学校去，就一直去到有认识的人。可是你进这个学校，警卫不会？当然，所以我们跑的其实是大专院，大专院校警卫比较不会来，因为那是一个开放的学校。那如果你今天跑的是国小、国中、高中，警卫其实都很严，就是你真的要有认识谁，你才有办法。但我觉得像这个，其实初期的你们是可以去做，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跟处长讨论一下，因为有一些其实是像我有跑步完全没有效应的职域，那其实我觉得那个也不太适合初期的我们，因为你会觉得你就会对于职域就是画上一个，对，会挫折感比较大吗？还是？可是经营职域不是面对那些老师的防御心都不是很强吗？确实。再是老师他们都忙于他们的工作事务上面，其实他们对你的反应也不。所以你那时候要进去，你一定要有一个媒体，比如说可能学校的团保是我们负责的，起码你可以开口这个。所以之所以我会来，那也借着告诉老师说，以后你会常常看到我，因为学校的比如说学生保险是我们负责的，或者是什么的。要找到里面最主要的人问一下。对，那像我觉得不见得你一定要去找学校，因为第一个那个竞争大，开放大。那你如果又没有认识的人，其实你去了1、2次你真的是很痛苦，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哪里可以让你这样待久一点或干嘛的。但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比如说你的一些朋友在一些小公司，这样子你也可以从这样的小职域去做。比如说好，你今天知道佩姐在某某工业区好了。这个公司好像可能才20-30个人，因为你如果要服务很大，其实1个人根本服务不来。像我们有些职域可能会到4个人到2个人等等的。那你可以像这种小公司去，比如说你也认识里面，好，我就是你的朋友，你可以来找我。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提供这个公司的一些比如说车险的优惠也好，然后让如果他又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或者是说你可以来
竞标他们的团险，那是不是会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方式可以进去？那像在团险这个部分，如果你想朝这个的话，你可以问问看10楼团险的友人，因为他是负责辅导我们单位的。好，那我觉得有很多的方式啦，因为我们跑的每一个职域，我们打进去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每一个公司会有它的氛围吧，就像这栋大楼那么多的单位，每个单位的氛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必须要去了几次，我们才了解哪一天是大多老师比较不忙，哪一天是大多职员是不忙的，这个都是需要时间一直去try。对。那我觉得像初期像这样的你，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找一些，因为初期毕竟还是要有产能，你可以去找一些你的朋友或什么的，然后请世经教你怎么开口要保单校正的话术，回来去做一些校正。因为我觉得保单校正一做完，客户一定都有缺口的，没缺口我们也找得出缺口，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 close 这个缺口，当然就是看我们花的功夫，还有你怎么去跟客户谈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像这些是你帮我要得到，起码我觉得一定会有业绩的。那像我等一下会跟你讲，昨天教的那个商品有哪些，比如说你很多的朋友，你自己有买保险吧？好，你买的保险是不是会有主约，再加附约，对不对？那主约是终身的嘛，对不对？一般的主约可能早期规划可能就是单纯的寿险来当主约，然后呢，或者是说，好像我们如果今天规划医疗险，如果像我们现在规划，可能就会用安心保当主约。你知道安心保什么商品吗？还不知道吧？就是终身医疗险啊。那它改了好几版，我不知道它现在准确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反正我都说安心保。好，它是一个终身的住院日额，那它可以当主约。那我们下面是不是会加很多的附约？好，所以你帮客户做保单校正，不外乎客户可能都是一个寿险，或者反正是一个主约加一些附约。那我们知道主约是不是缴10年或20年后是终身的？所以一般呢，我们终身的主约可能比较不会去动它。但是附约呢，是不是1年1约的？我有缴保费，我就想要有这个保障。我如果没有缴了，那它可能也就失效了，对不对？这样主约附约的概念，你理解吗？好，那我先来讲，我们的附约里面，可能一般客户会规划什么？意外险。那意外险是不是也是1年1约的，对不对？好，那像意外险，我有时候会跟客户，就是比如说好，保单校正我要到了，那当我今天跟他做说明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我自己在做功课，我先看一下，他们的100万，可能保费是好，我举例可能是1300好了。那我们公司的意外险1年1约的全方位也是1300好了。保费一样的状况下，我会去看一下内容有没有差别。如果假设说，我们今天保费是一样的，可是国泰的意外险内容更好，比如说航海空都有放大，可是你原来买的100万的意外险，不管你搭飞机或者是搭船或者是开车发生事故，就只有100万，但是付出去的保费是一样的。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交给你看了，那如果刚好你的公司又因为可以享有机会3%优惠，所以实际上你在国泰这边的1300实际上是缴不到1300，但是内容更好，你会不会愿意转？我会觉得说这很麻烦，但是麻烦不会是你麻烦，是由我们会帮你处理。我喂，干嘛？你过来，你拜拜。好，像有的客户会觉得麻烦嘛，好，那我可能就会，这是你的拒绝处理嘛，好，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你放心，这个都是会由我们来帮你处理。但是当然，推荐条件是你觉得，我也希望你们要有这个意外保障。那你也觉得说，对于我来讲，我每年要支出这样子的保费，可是我可以享有更好的保障。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跟华人跟你提出来，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想您家里有车子有摩托车，你应该都会保强制险吧？好，那强制险我可能就是1年1约的嘛，我今年跟星光保，明年跟国泰保，有没有差别？其实就一样的嘛，就政府规定一定要投保的嘛。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原来是星光好了，保费也一样，可是你今天换到国泰，可能他如果又送你300块的 7礼券，现金礼券嘛，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比较好？那你会不会有可能会想要转到国泰？那其实它就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先去学一下保单校正如何开口要，然后呢，要到之后呢，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新契约。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帮客户补缺口，客户是不是要额外掏出多余的钱？
那他有可能，比如说还会觉得说啊，你帮我做完这个这么有目的，或者是我根本没概念，或者是我根本没有能力再多缴保费。如果他今天有的话，也觉得你跟他讲的缺口是，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没有买到这个，好，他就规划，这是最棒的。如果没有的状况下，下车他一定会有所有的1年1约。那1年1约，我有提到里面会有意外跟医疗，但是意外有没有既往症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是既往症吗？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些理赔。那我如果今天可能再买新的，要看我什么状况啊？有可能新的保单没有办法予以理赔。那如果说今天客户是都没有这个的状况下，那他的主约加1年1约，好，如果他的1年1约可能下面的1年可能住院1天有到2300，疾病好了，那意外可能有到3000块，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一样的这些保费，如果假设你可以试打国泰的1年1约加，如果用起来，第一个国泰保费又便宜，内容又更好，客户转的几率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业绩产生了。那我当然你要对商品了解后，你去比给客户看。我觉得有些客户是消费者嘛，他会觉得既然我每年都要找这种1年1约，这里内容又比较好，如果又更便宜，那更棒啊！我觉得我是客户，我会愿意转换。当然我很怕麻烦，你如果都可以帮我处理好的话，我可以接受。好，那当然你要先问客户有没有既往症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保单校正其实是比较快速一点，可以有业绩产生的。那如果最好状况就是客户愿意再做补强嘛。那如果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多拿多的预算，可能我们有这种1年1约转换过来国泰的状况产生。对，所以我觉得保单校正这个你可以先去学，因为我觉得比较快会有业绩产生这个样子。然后像我今天就是想说要跟你讲一下的是，这种1年1约转过来，我们的主约会搭什么？如果他今天没有要补什么其他的主约的缺口的话，你可以看到是不是会有一个新产终身寿险？那公司呢很特别的是，如果我今天只是为了要加1年1约的话，我还是不是一定要有个主约？对嘛，我一定要有个主约嘛，好，一个主约再加附约，一个契约才会成立嘛。那如果说今天是15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如果今天从南山把1年1约转来国泰，如果他没有要搭，他没有要用其他的寿险，其他的商品当主约的话，那你可以用1万块的寿险保额，你就必须要用新产。这是15岁以下的小朋友，你必须要用新材当主约。因为呢，它限定15岁以下是吗？没有限定，它其实是0到不知道到几岁都可以投保啦。但是你如果今天是15岁以下小孩要用这个，那15岁以上我会跟你讲是用另外哪一个新材的终身寿险，因为它最低可以用保额1万块，那可能1年的保费可能才100-200块钱而已。那重点我们要告诉客户说，我们重点是要加下面的这些附约，意外险啊、住院日额啊什么等等的，所以可以用1万块就好，因为早期最高一定要用10万块。那对于客户来讲，他转过来他是额外要去付10万块寿险的保费，客户就觉得那我还是不要转好了。可是我们可以用1万块。那如果今天是15岁以上的客户呢，就要用这一个商品，新安家保本。是以目前我们市场上就是这2样是1万。对，这个可以用1万，这个也可以用1万。然后呢，新安家保本，你可以去看一下哈，我们的新材，它的全名叫什么？新材终身寿险，所以呢，它是缴20年后会终身。那新安家保本，它的全名叫什么？新安家保本定期保险，所以它不是终身的。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样拉20年期，假设它1年的保费是，如果是200块好了，200元，那它的商品很特别哦。这20年期间，我1年200块嘛，那我如果20年我缴了多少保费？4000的保费会在我76岁的时候退还所缴保费。然后我的定期险就结束了嘛，因为它是定期的嘛。那对于客户来讲，他是不是用利息买保障的意思？因为
保费到时候会退还给你，主约的部分啊。那因为我只是为了加附约而已，附约本来就是消耗型的嘛，我要这个保障我就缴这个保费，但是我必须一定要有个主约，所以像一般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因为它的保费到时候会退还的，所以对于客户来讲，他实际上付出的钱还是只有1年1月的保费。但是因为这个商品后来15岁以下小朋友没有办法买，所以小朋友就必须要用新产。那这个是当我们在帮客户只是补强商品的时候会最常用到的。然后实际上的内容，你可以再去打建议书，或者去看商品教育来看一下这一个商品跟这个商品的差别在哪里。好，这样听得懂吗？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点复杂？因为1年1月的东西其实也是承保到70几岁的。对，对对对。所以即使是新材这东西的话，它顶多它到了20年后，它就是只缴附约的钱，缴附约钱，然后到75岁之后附约就没有效了，它就是终身这个1万块钱。对对对。但是像比如说，有的客户会说，如果你今天帮一家人都规划，4个人都转1年1月，他会说，那爸妈退完小孩退完，你要怎么回答？你说爸妈跟小孩子都可以。你说4个人都转换1年1月到国泰来，那大人是不是一定要刚刚那个？他76岁会退还主约保费，可是2个小孩没有办法退还。如果假设有客户这样回应你的话，可以附加在他那边吗？没有办法。但是我会告诉客户，就是说，因为法令的关系，所以这个商品小朋友没有办法规划。但是妈妈你会觉得说，哎，这个76岁会退还，这个没退还。但是如果你到时候到了75岁的时候，1年1月你也不能加，对不对？所以也没有保障了。可是你也不想要留这个1万块的寿险，怎么办？就解约就好啦。然后解约它会有保障现金价值，只要是终身型的，它一定会有解约金。就是我们常讲的保单现金价值。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你再解约就好啦。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几个商品我们比较常用到的大概就是这个，然后天才跟正天才，就是我昨天提到什么当成什么在卖，储蓄险。所以昨天的这几个商品里面，我会建议你要去比较我们常会卖的就是天才、真天才，它就是储蓄险在卖的。那天才跟真天才，你只要用基因书把它打出来，你就知道它的差别在哪边了。新天才呢，跟真天才的差别，真天才是后来才推出的，那真天才呢利息比较多，对于客户来讲，那对于业务同仁来讲呢 ，TC 就比较少。那储蓄型的商品它是会递增而已，也是要等到人走了才会。哦，没有，像比如说天才跟真天才或福星高，他们都是复利递增型的商品。那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规划一个天才是6年期的，我要缴几次保费？如果年缴6年期6次，对，就6次嘛。好，那第7年后我不用再缴保费，可是我这6年缴进来的钱怎么办？它每年就是会以2.25%去做复利递增。那也就是说，6年后我要解约其实都可以，可是我不解约，每一年它就会帮我增加这样子的利息到我的本金里面。那我们就会去看保单现金这样去看嘛。比如说到第10年，我可能递增到100万了，我今天要用100万，我必须用到100万，我可能就要整张保单解约。可是我如果今天只要用到20万，我可以部分解约，剩下的钱它还是一样去做复利递增。对。虽然美其名它是寿险，但是它有保单现金价值，它就是有价证券的意思。你今天要去使用它，你是要保人，你就拥有全部的权利，这个样子。所以可以部分解约拿回来，剩下的继续让它保有终身寿险的部分，对，是递增。那如果哪一天还要再把它补回来，就没有办法，你没办法再放新的钱进来了。然后守护方面就是我说的。就是怀孕期间的妇女可以投保的，对，然后你可以去研究一下，那它其实很简单啦。然后我觉得像
好，那天我们2早我们才有在做教育哈，然后我就叫家属去讲这个商品，因为第一个他现在是不是可以符合买这样的商品？像我没有结婚，我没有怀孕，我根本不跟他买。好，那像这样的商品，我们提到它会保障妈妈在生产的初期、中期跟后期生产的一些保障。那小朋友生出来，他有针对一些先天性的部分来做给付。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很认同这个商品的原因，是因为像我的小弟，我知道3个小孩，我是老大。那我弟弟那个时候是脐带绕颈，所以他早产1个多月出生。那他那个时候生下来的时候早产，然后后来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发现他有肺动脉狭窄，然后心房中隔缺损。那其实这几年很多小孩都有这种状况，或什么心有杂音啊，或者是那个等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蛮常会听到的。那如果说今天，但是你看小朋友已经有这个状况了，再来买保险，他可能心脏就会被除外，甚至于会被拒保。那我觉得像你规划这个的时候，当你一生下来，小朋友都还没有权益、还没报户口的时候，起码小朋友有住院的保障。因为像我的客户，小朋友生下有这个状况，一定都是住保温箱、住院或是住院。如果说生下来的那个妈妈是剖腹产，她一定她自己的保险可以理赔嘛。那如果说她小朋友也有要住啊，妈妈住小朋友要住，那个就有吗？还是就没有？你说什么商？你说妈妈的保险吗？守护妈咪这个。守护妈咪针对小朋友只有住院的给付而已，它没有任何手术的给付。对，住院啊，可是我们刚生下来，就妈妈也住院啊？没有，因为妈妈的保障内容不是针对住院，它针对的是，比如说妈妈在初期，如果我早产了，早产的话，我给付一笔钱，它没有针对住院，你住几天这样，或者是说我可能在后期什么妊娠毒血症，或者是说他有好几个症状我背不太起来啊等等的。那小孩子就是因为早产需要住院，就有。对，那当然他是这样子的，他现在呢就是最低的一个方案，1个月是4000，然后只缴3年，所以我会把这个商品当做话题。可是有些客户可能是22K，他要缴自己的保费了，他根本可能没有办法能力在1个月多4000，而且他小孩之后生下来，他可能还要帮小孩买医疗险，那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但是我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敲门砖跟他聊天。但是后来客户也觉得很好，可是他没有预算，那我就会跟他构成一个共识，是说那没关系，其实生产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你看像早期那种电视干嘛，在草丛里也可以生小孩或什么的那我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把这个预算留着小朋友之后生下来，我们来帮他规划更全面性的医疗保障，还要做预约，不然会被人家抢走。对，那如果这个客户能力是很够的话，根本没差啦，1个月4000块，他又不是浪费，他到时候会退还你保费，然后刚好小朋友7年后嘛，当小朋友的小学的教育费用这个样子。那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话题，因为你想，像当妈妈的人一定都是很疼小孩的，尤其你怀第1胎的时候然后像下面的这几个定期寿险，可能如果客户想要拉高保障的话，坦白讲，我们比较常会卖到的就是这一个。再来就这一个，其他这个真的更没有卖过。那大致上是这样子啊。这样也被我扯了45分钟，差不多了。对啊，差不多了。我那天有去跟丽欣姐去一间学校，我是跟水见习嘛，然后她只是去跟她的那个校长就是收个资料这样子而已，然后。丽欣姐她是有开口说，可以说日后我们，因为就是她是收那个什么，优利贷的资料，她是跟校长是说啊，我们这个方案其实到今年这样子还有半年的时间，那可以说下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带一些资料，然后给其他同事看这样子，然后校长的回应是说，那没关系。你拿给我就好，我卖他。那这样子是算被拒绝吗？还是很正常啊？这样算是被拒绝，还是？说不定。但是像我还是会拿给他，我还是会再拿，我还是会拿去给他，就是把客户的话当真啊。因为我觉得很正常，你今天去想如果像我回想我自己以前是马克店长，在我刚进来的前几年，每年他都要来这里卖月饼。
我还是都会让他来，因为你想说要把他当成客户嘛，经营他，而且以前他又是也有照顾过我这样，可是到后来我都不想了，因为第一个我太忙了，而且我为什么会没有再让他来？其实他来是 OK 啦，只是我不会去刻意跟他讲，是因为每次来他自己都不在卖啊，我又不是我在卖面，对啊，所以其实我是在卖我的面子，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然后好不管成果怎么样，他还跟我写量说，哦，你们同事怎么都买这么少？那像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要帮你的那种义务的这个样子。好，然后呢，像他后来这几年都是那种突然打电话跟我说，我这里还有什么那个咖啡什么的，现在拿会给你们，说现在下午的人根本就跑走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像这样子啊，这个是我的朋友。后来我就会觉得说，第一个你自己也不积极，然后像我自己又做业务，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我会觉得说很多的细节你都没有去顾虑到。但像我这样很正常，像你刚刚讲，我大概就想到几种可能，他会说啊，老师们都知道了啦，那个他们都知道了，或者是说你拿来给我。那我觉得像这样子，你如果可以接近这个校长，我觉得你可以先经营这个校长，起码跟他友好嘛。他跟你还一普普的，他不会有那个动力去帮你做这些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像虽然那是我以前星巴克店长，初期后来我也会觉得，你跟我讲，我会说好，那你把 DM 拿来，我帮你发。可是我有没有发？不知道。但是你要让我有那个动力，愿意去帮你push这些东西，那这是我们要花的时间跟功夫了。对，所以比如说，如果有可能这个校长你在那给他的时候，你再一次跟他讲，然后你让他讲的是觉得，真的其实很不错这么低。那如果他自己也有房贷，他可能也许会好奇回去自己问说，我们家房贷多少？2%多，这里1.75，他有可能自己会愿意转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当客户这样跟你讲，第一个你一定要当真拿去给他，然后你要想第二次的碰面就很重要，我如何在1-2分钟内把主场优一代讲的吸引人，讲的有魅力，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就好像是丽欣姐他们已经谈成的。校长这已经谈成了，对，他只是去收个资料而已，只是想说那再能够介绍给其他。对，那有时候客户是这样，他会思考的是说，今天这是我自己的私事，第一个我没有那么 gay 啦，而且有可能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说他其实有贷款。有些人想法不一样，每个人想法个性不一样，可有的人是比较gay 型的，可能如果说我觉得就很棒啊，你让我每个月省下3000，我会愿意讲。所以每个客户的个性不一样，但如果你遇到这种给个想盖当比如说那种他觉得每个月3000很棒，你就要抓着他不放了，因为他有可能就是你的 teammate， 或者是愿意帮你转介绍新的名单。可是有的客户是你跟他很好，可是他就不是那种个性的人，他不会去帮你转介绍，那我觉得也没关系。那像这种，要么你就是自己想办法嘛。有的人是不愿意，他不可能会给你名单，可是你可以邀一些活动找他一起来，然后可以请他带他的朋友来，那你自己想办法去经营那些朋友，有好几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有点像你刚才所讲的，可能他贷款还是什么，他不可能不见得。有可能，像学校的老师都比较龟毛一点，他们像你看，不像我们做业务啊，经理有时候也都是爱收我们的薪水啊，而且我们自己看他的产能，我们大概知道他的薪在哪边，那个是业务工作，而且可能对于经理来讲，他就是要用这样子来push我们什么什么的，但是在其他的行业是不一样，在行业会觉得，这是我个人隐私干嘛让你知道？或什么？像以前我们在星巴克，我们的薪水条是会封起来的嘛，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就是神神秘秘，为什么啊？不过就是领2万多嘛。但是有的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所以像你要去思考，当你今天要这个客户，你这样去想几种可能：A， 他有可能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B， 他会觉得我才不要去做这种，就是我根本去影响到其他老师作业有。对，这种都有可能。所以你可能想好有这3种可能后，你要想办法去 test 一下，他有可能是哪一种想法。所以说他像丽欣姐他这样子的话，他下一趟就等于说他没有机会再去接触到其他的。你不如说没有机会，就是你要想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接触。好，可能让嘉鲁跟佩珊会去办说明会，但坦白讲，说明会他们可能准备了100-200份的资料，实际上可能会主动找你的，可能没有。
也有可能只有3个，也可能也只有5个。那我有发现，像我最近来这几年，我帮客户办房贷，我的客户根本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知道吗？我帮他们对保，我都快要吐血。那些客户都是老师，想法很奇怪以外，问东问西，然后有的人态度还不好，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客户会这样？后来我就跟代书聊，后来我想到啊，对了，这些客户都只是为了办房贷而来办房贷，他原来不是我们的客户，但是我以前办房贷是这些人本来都是我的客户了，所以是有交情的，所以他也不会在那边计较东计较西或什么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关系还是最重要的啦。你有的关系好办事啊，有的人他可能也是会比较斤斤计较，可是他可能跟你骂几，他会因为这样子不会去太 care。可是当今天这些人跟你没有什么交情的时候，他什么话毛都敢讲，对啊，然后什么连针毛都敢摆出来，对啊，所以是正常的。但是当你看到他那样的嘴脸，你也不要觉得这样很难过或干嘛，你要把他想就是正常的。所以，那他想打入那个市场做职域，就除非说有其中一个人愿意去帮他。有可能这样，或者是说，也可以问问看嘛。你看像校长这样，他都拿给他。那当你下次去的时候，第一个他已经办了，他一定知道好处在哪边。那你可能可以想几个方式，比如说，自己丢 A、B、C 的方向给客户嘛，看他有没有回应哪一个。像以前我们就会讲说，我们在其他学校有些老师他们觉得这样子很棒，可是已经剩下半年就截止了，但是老师们其实却不知道。所以有些老师他可能用一个比如说全部的导师开会的时间，可以给我们5分钟，我们可以把这个讯息在大家所有老师来开会的时候，统一让老师们知道。那其实也不打扰到老师，如果老师自己有兴趣想要了解或想要试算等等的，在私底下跟我们做联络。当然你要去要这个办一个小型的说明会，能不能够要得到不知道，可是你没开口，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这个机会。但是你今天可以碰到的人是校长，所以他有权利做这个主，所以我觉得可以开口看看。好，了解。好，谢谢啊。一些我分姐现在是没有要签名嘛，对不对？没有啊。55分。好，那就这样。好，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谢谢。今天没什么报告。好。还在讲吗？不用了。陈讲在讲。孩子绘画好多哦。陈讲啊。好强啊！可能心里给他很多时间发挥吧。